凌晨，404寝室呼噜声此起彼伏，黑暗中宿舍中发出一阵滴滴滴的声音。特么的是谁啊？大半夜发什么鬼？我听见有人在咒骂。我从小在睡觉前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会把手机流量关掉。可这会儿我的手机不断响起微信消息提示音，刚打开手机就看到自己莫名其妙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是禁言状态。此时人数显示是77人。由于某种原因，学校即将停电一段时间，希望各位同学们能够认真阅读本群提示，将生存选择牢记于心。注意一定要牢记：1. 学校因特殊原因气温骤降，请盖好棉被，不要让手脚包括头部看出棉被范围，外面很冷很危险。寝室将在凌晨3点重启供应暖气，注意3点之前请尽量睡觉，不要出声，可以装睡。2. 学校可提供免费的餐饮服务，面包、鸡蛋、矿泉水都是免费发放，请在穿蓝色衣服的老师手中领取食物，请不要在身穿红色衣服的老师手中购买食物。注意，我们只提供面包、鸡蛋、矿泉水，绝对没有其他的食品。注意，学校没有红色衣服的老师。注意，如果看见红色衣服的老师，请不要和他说话，尽量闭上眼睛装睡。注意，请不要和红色衣服老师对视，否则自求多福。3. 为了公共卫生，请不要在宿舍内吸烟，吸烟有害健康。如果实在忍不住，可以在厕所吸烟。4. 如果厕所门自动锁上，无法打开，有人在里面出不去，请蹲下，以免被窗外的人看到。注意，学校外是荒无人烟的荒郊，是没有人的。如果看见窗外有人影飘过，一定是幻觉。如果厕所窗外的人开始目不转睛的注视，请保持别动，屏住呼吸直到他离开。当然，如果你手上有加特林，可忽视以上所有规则。另，请不要在凌晨3点之前上厕所，不安全。距离学校停电还有25分钟，要上厕所得上厕所，想吃饭的吃饭。靠，有病吧？哪个神经病故弄玄虚？宿舍里一阵谩骂，可下一秒空气瞬间凝固般的安静了。不对劲，谁拉我进群的？哥们，你也进了这个群吗？真奇怪，没有共同好友，谁能一次性把这么多人拉进一个微信群？睡在我旁边的哥们儿轻轻问我：兄弟，你也在群里？我点点头，没说话。大家刚刚嘈杂没多久，学校广播突然响起甜美的女声：各位同学们注意，各位同学们请注意，现在是2023年8月20号凌晨1点整，由于学校因为未知原因停电，学校即将暂停与外界的联系，现在正在进行修复，请各位同学们不要慌张。我立刻联想到了手机里的信息，脑子嗡嗡响，如同一阵电击，感觉头皮发麻。群里的信息是真的，有不好的事情将发生。宿舍里沉默了，压抑的空气沉闷极了。我跳下床，赶在所有人前去上厕所，刚冲进去就发现身后好几道人影冲下床，幸好我脑子转得快，不然得排队了。上完厕所，我刚要转身离开，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窗外有一双眼睛在注视我，那种感觉很强烈，我背脊一寒，咕噜，我猛地咽了一口口水。别特么自己吓唬自己，建国以后不许成精，要相信科学。但人就是这种生物，越是危险越是好奇。我控制不住自己，慢慢转身看向窗外，即使有所准备，我仍然瞬间被吓了一跳。窗外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个黑影。上集说到，我在厕所看到一个黑影正在诡异的看着我，那双眼闪烁着红光，正目不转睛的盯着我，目光锁死。那双暗红色的瞳孔，红的怪异，红的吓人。我在里面不敢出声。这时候门口传来声音：里面的人特么干什么呢？老六，你特么快出来啊！是不是掉坑里了？门外的催促声如同催命一样，我却不敢出声，恐惧极了。那双红色眼球一收一缩，就像地狱中的恶鬼透过窗子在观看我，这究竟是什么？虽然看上去是人形，但那绝对不可能是人类。等等，群里有过提示，保持别动，屏住呼吸。我瞬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身体靠在墙上，保持不动，屏住呼吸。
那双眼睛突然一闪一闪的，似乎是在疑惑什么。我屏住呼吸，只能祈祷他快点离开。就在我满脸通红，感觉肺要爆炸时，那道黑影瞬间就消失不见，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我沉闷急促的呼吸，双腿发软，靠在墙上。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我吓得差点摔倒。老六，你特么是不是掉进去了？准备在里面过年呢，快出来！外面又传来不耐烦的催促，我赶紧冲出了厕所。门外的同学骂骂咧咧的瞪着我，看到我出来就挤进了厕所。正在我打算准备回去的时候，厕所里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转瞬又变得凄厉，吓得我手一抖，随即是疯狂的拍门声、撞击声。救命！救命！空气里沉默了很久，厕所外所有人瞪大双眼，屏住呼吸，默不作声。没人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久，厕所门突然从里面自动打开，诡异的是，门是自己从里面开启的，而里面只有哗啦啦的冲水声和一阵阵刺鼻的腥臭。那到底是谁开的门？里面空无一人，排队上厕所的人目光齐刷刷看着里面，尿意被吓得更加急剧，可没有一个人敢进去。只有我才想到里面刚刚发生了什么，一定是那道黑影出现了。根据猜测，只要是上厕所的人都会遇到他，如果按照群里的信息来做，才有可能避免危险。想到这里，我后背冷汗直流。我看了看时间，广播通知下来时是凌晨1点，现在已经是1点20分，得赶紧进被窝。我脑海里想着，立即飞奔回了我的床铺，直接掀开被子钻了进去。时间过了很久，那哥们儿一直没有回来，我意识到他是被某种力量给带走了。这时微信群里再次发来一条匿名短信：马上就要停电了，各位4楼的同学们，本人刚刚的提示仅限于男生宿舍4楼，不限于其他楼层。如果听到其他楼层有什么奇怪的声音，不要在意，那是幻觉，千万不要去查看，危险。不限于其他楼层，这是什么意思？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微信又发来一句消息：六哥，广播提示学校就要停电了，要我们下楼去领生活物资，你下楼了，赶紧打个电话给我，我们好会合。发消息的是小五，是我刚进学校认识的好友，可小五发来的消息和群里的提示冲突，不对劲。广播要求其他楼层的人下楼领物资，可是为什么我们宿舍没有收到通知？而且这黑灯瞎火的又没有人，怎么可能会有物资？六哥，要下楼了，你快点，我帮你把队排着。小五再次发来信息，我能感觉到外面已经越来越黑，即将伸手不见五指。宿舍内的气氛异常冷清，没有一个人吭声。过了良久，不知是哪个大嗓门突然吼了一声：妈的，其他宿舍的人都下楼了，怎么不通知我们？这破宿舍老子是1分钟也不想待了。然后就听到一阵收拾东西稀里哗啦的声音，好像是带着东西离开了。大哥，那个人好像下楼了，要不我们也一块下去吧？蠢货，想死别拉着我们垫背，宿舍里面都不安全，外面能没事？交谈声在学校完全停电的瞬间戛然而止。这一刻，所有人都好像约好一样，不约而同的闭嘴。按照群提示，现在必须睡觉。我轻轻掀开被子，拿出我的手机朝窗外看去，果然看到无数身影下了楼，一排排站在荒野中。我心里预感不妙，立刻给小五发去信息：小五，你下楼了吗？千万不要离开宿舍。可我并没有收到回复，我焦急万分，立刻开启静音，给小五打去电话，头蒙在被子里，呼吸急促，闷得满头大汗。过了约30秒，电话被拒接。怎么不接电话？我正疑惑时，突然收到小五发来的照片，照片上只有漆黑的一片，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六哥，出怪事了，学校不见了，你下楼了吗？我这才发现照片中一片漆黑，而照片里根本没有学校，没有学校，那我们呢？明明学校只是停电了，怎么会突然消失？如果学校不存在，那我们究竟在哪里？我脑子里一阵发懵，突然想到什么，立刻打开搜索软件，然后我发现查询不到这所学校，根本没有这所学校。我屏住呼吸，四肢冰冷，心脏仿佛不是为自己而跳动，扑通扑通狂跳。突然小五再次发来一条微信：六哥，千万别下楼啊！我立刻发信息，但是没有收到回复。就在此刻，宿舍下面传来的细微嘈杂声和惨叫声。此刻，宿舍下面传来的细微嘈杂声，我却听得一清二楚。
不要，老师救我，别杀我，救命，求你！我神经如同弓弦，处于紧绷状态，外面的声音渐渐演变成了凄厉的呐喊，悲切的哭嚎夹杂着骨骼断裂的清脆声，宛如地狱回音的序曲。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强烈的挣扎后，我深吸一口气，正打算掀开被子一角，一阵诡异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如同高跟鞋踩过地板的声音，在安静的宿舍内显得异常冰冷。这声音就好像是骨头直接敲击地面，哒哒哒的声音越来越近，准确的说，它根本就在我面前。我能感觉到隔着一层棉被的外面正有一双眼睛在窥探我。我想起群提示，3点之前请尽量睡觉，不要出声，可以装睡。手指紧紧捏住被子的一角，用思维暗示想迫自己睡觉，可越是如此，大脑却越是清醒，开始浮现出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吓得我冷汗涔涔，浸透了衣服。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此刻哪怕是在被窝里，温度也已经骤降。紧张惊吓之下，越是闭眼就越是焦躁。我拼命咬住下唇，不让嘴里发出声音，哪怕是呼吸声也要遏制。渐渐的，眼皮越来越沉重，扑通扑通，心脏疯狂的跳动中，不知不觉我竟然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燥热弄醒，挣扎了很久，咽了咽口水，缓缓睁眼。寝室里一如既往的安静，我听不到一点声音。我看了一眼手机，反正已经到了凌晨3点。就在我劫后余生的松口气时，意外发生了。干，我哥呢？谁他妈带走了我哥？寝室内陷入不安的惶恐。靠，你叫什么叫？想把那东西引过来吗？闭嘴啊！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尽管提示里说现在已经是安全时间，但神经紧绷的同学们还是后怕。刚刚你们也听见了吧？那奇怪的脚步声。刚刚就在我床头，那个声音一直响。所有人谈论起了刚刚的诡异事件，没有谁关心那个没了哥哥的同学。就在这时，一个脾气粗暴的男人站起身，一耳光甩在那同学脸上。哭个毛啊！你特么怎么这么自私？你想害死我们吗？同学不顾脸上火辣辣的抓住男人的衣服。那是我哥，他为了救我不见了，一定是被带走了。谁带走了他？难道是刚刚那个东西把他哥带走了？不会吧，这么大的人了，被人拖走也会有声音啊。我知道了，群里提示不是说只有盖在被子里才是最安全的吗？一定是他哥身体露在外面，被那东西发现了，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别来害我们。同学精神近乎崩溃，疯疯癫癫地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明明是我哥把那床被子给我了。他满屋子的寻找。就在这时，所有人的微信不约而同的滴滴里收到了信息。各位同学请注意，学校即将再次停电，请一定要认真阅读本次提示，牢记于心。1. 等会上楼的学生很危险，他们和你们不一样，请千万牢记，不要和他们有任何接触。2. 学校老师提供的面包、鸡蛋、水是不收费的，学校不提供其他食物，不提供其他食物。3. 等会上楼的学生会啃食奇怪的食物，那是他们的特产，千万不要嫌弃，抱怨他们的食物味道刺鼻，会激怒他们的。4. 不要吃他们给你的食物，如果他们给你食物，请接下，但不要吃，也不要被食物的外形吓到。他们中可能有着与你们熟人一模一样的面孔和特征，记住，这是错觉，他们和你们并不熟悉。6. 同学们注意，不要看向床铺下面，床下发出奇怪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在意，睡觉就行。7. 不要吃卤煮，注意，本次学校根本没有卤煮食物。同样，如果你手上有加特林，可忽略所有规则。这时，一个推着小车的声音响起：宵夜，宵夜，免费的宵夜，免费的宵夜来了，想吃的可以随便吃。我现在全然没有胃口，但推车的老师过来时，我还是提起语气：麻烦给我一个面包，一瓶水。有备无患，毕竟下一次食物不知道还要多久。拿到面包后，我放到枕头旁边。这时学校里慢慢出现了一些人影，窗外闪烁着一个个亮光。可学校广播根本没有提示来新生了。突然，我扫了一眼手机屏幕，注意到群里那个匿名的信息居然在这时候撤回了。为什么要撤回？不是提示吗？几秒钟后，匿名者又发出一条信息：各位同学请注意，有蓝混入了阳晴，有蓝混入了阳晴。我没来得及看信息，一道晃眼的白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一个穿着时尚的男人照着手机电筒敲了敲我的床铺。哥们，要不要一起去抽根烟？我被光亮晃的眼晕，适应几秒后，看见他的眼神顿了顿，明显有些焦虑不安。或许是吓到了，这人应该是今天才来宿舍，不然也不会选择找同样是今天来的我陪他。我也有些心有余悸，厕所里可太不安全了，摇摇头说：“要不你叫别人吧，我不抽烟。”好的，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同时歉意的点点头，彼此心照不宣的不去提起宿舍里诡异的气氛。男人最后还是选择独自一人朝着厕所方向走去，消瘦的背影被黑暗吞噬，手机的灯光最后只剩一茎点亮。我突然想起群提示不要抽烟，但现在已经过了3点，应该已经不会有事了吧。这时学校忽然来电了，我看向窗外，无数穿梭的身影在楼下奔走，匆忙打电话搬行李，嘈杂中带着烟火气，仿佛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真实的梦境。但一个声音提醒我，绝不是梦。哥，你在哪？有没有人看到我哥啊？寻找哥哥的同学神情已经几乎癫狂，在楼道里走来走去。诡异的是，这一批上楼的同学就像看不见他一样，对这个风言风语的男生视若无睹，自顾自地寻找宿舍。宿舍内没有开灯，他们却不需要光。不知是不是错觉，恍惚间我总能看到他们的眼睛，瞳孔中涣散着若有若无的暗红色光亮。这样的眼睛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扑通，一个人将行李扔在了我旁边床下，是一个裹着厚厚外套的男人。男人裹着厚厚的衣服坐在床上，不知怎地，他给我的感觉异常不对劲。紧接着他抱着某个东西啃食，嘴巴咀嚼出清脆的声音，见我的眼神盯着他不放，突然问我说：“你也饿了吗？我请你吃鸡爪，你不要一直看着我了。”男人发出笑声，表情却冰冷麻木。说完就接着吃起了东西，胃口好到爆。我松了口气，原来是自己瞎想，看来他完全不知道来了这所学校意味着什么。我看向手里的塑料包装袋，下一秒我的身体瞬间冰冷僵硬，吓得差点把东西扔了出去。但我记得群提示里的一条，上楼的同学给你食物，可以不吃，但必须接受。我强忍恐惧，将手中跟我手掌一样大、5根爪子的鸡爪收下，塞进枕头里。你怎么不吃啊？男人扭过头来，疑惑地问我，同时我看到他眼里的红光在跳跃。那个，我暂时不饿，待会儿饿了再吃。哦，这样啊。男人擦了擦手，埋进被子里睡觉。我屏住呼吸，确认他睡着后，才敢擦了擦手心里的汗。可以确认对付的家伙根本不是人，他吃的根本不是鸡爪，而是人手。想到这里，我整个身子埋进了被子里，不敢睡觉，浑身紧绷。怎么办？怎么办？逃走不现实，学校又停电了，窗外还有闪烁的人影，只能继续稳住他们。我打开手机，看到了最新的消息。各位同学们请注意，有狼混入了羊群，有狼混入了羊群。狼混入羊群，人是两脚羊。什么是狼？吃羊的就是狼。这时群里的禁言功能关闭了，立即就有人艾特匿名者。大哥，俺们现在该怎么办？俺旁边几个床上的同学去抽烟，一直就没回来，结果现在有人进来睡在了他们的床上。他们是谁呀？你为什么要匿名？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提示？难道你和他们是一伙的？还是说你就是主谋？无数条信息淹没了之前的那条提示，无数关键问题问出，匿名者却只答复了4个字：请相信我。随即便再也没有后话了。我也点击匿名者的头像艾特他，问出了心里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我该怎么做才能安全离开这所学校？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我。等天亮后来电的话，就能安全下楼离开。我脑子一懵，这人不是刚刚才说请相信我吗？匿名者又说，过了凌晨5点，我就不再是我，请不要相信我。我还想问为什么，旁边的男人突然冷冷地问我，你吃鸡爪了吗？我还不饿。哦，记得吃。我敷衍了几句，群里却炸开了锅。我的朋友去上厕所，已经半个小时没回来了，打电话显示对方已关机，怎么回事？我和我兄弟去上厕所，他突然在厕所里大喊一声，然后就消失了。我看见窗外有黑色的人影，不是人影，那不是人，这些新上的人，他们的眼睛会发红光。他还给了我一包猪蹄，可那分明是人的脚，他催我吃下去，我该怎么办？我咽了咽口水，最后一个问的人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可是匿名者再也没有一句答复，仿佛消失了一样。
这时我注意到群人数已经从之前的77人锐减到31人，其他人是退群了还是？几分钟后，小推车的声音再次缓缓靠近。夜宵，慢夜宵了，全是本地的各色风味小吃。隔着被子，我都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就像人血。都有什么小吃？旁边的男人问。先生，我们只有卤煮，都是精选上等的食材，口味独特。好，就给我卤煮，我就吃这个。好奇心使我偷偷轻轻掀开被子一角，只看到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人端着一个红色塑料碗，而那碗里的是一层红的诡异的汤汁，汤汁里淌着惨白的泡得发胀的肉片，汤红似血，肉白似血，散发着刺鼻的浓浓腥味儿。我顿感惊悚，终于反应过来，群提示说过学校是没有红色衣服的老师的，而且也没有卖卤煮的。旁边的男人突然问我，朋友吃卤煮吗？食堂刚出锅的，热乎着呢。他居然能看到我露出被子的眼睛，我迅速调整呼吸，稳定情绪，不让自己的声音表现出惊恐。不用了，我还不饿。鸡爪吃了吗？还没。男人见状不再说话，端起纸碗喝了一口汤汁，红红的汤面从他的嘴角溢出，滴在雪白的床单上，格外刺眼。再夹起一块厚厚的白色肉片，塞入口中，大快朵颐。我缩回被子里，听着他的咀嚼声，闭上眼睛，压抑自己的恐惧。只有人肉，还没有毛发。凌晨5点，终于到了，群里再次响起提示音。各位同学，学校即将完成修复，请认真阅读本群提示，方便结束您的学校生涯。1. 学校提供美味的卤煮，是特色小吃，各位同学可以放心购买品尝。注意，学校从来都不提供免费食物，免费食物来历不明，请切莫受骗，当心食物中毒。注意，卤煮是很美味的，请一定尝试。2. 学校的老师都是身穿红色衣服的，红色衣服是学校规定的衣服颜色，你可以相信他们。注意，遇到任何困难可以呼叫老师，每个老师就在你们宿舍隔壁的房间里。注意，我们的老师都是身穿红色衣服的。注意，学校内没有穿蓝色衣服的老师。注意，不要相信蓝色衣服的老师，他们都是精神病人。3. 天亮前请一定保持公共卫生，抽烟请到厕所或者楼梯间设置的吸烟区。4. 所有同学都要相互信任，营造和谐环境。这条提示几乎和之前2条完全相悖，但匿名者1个小时前说过5点过后他就不再是他，不要再相信他。难道匿名者出了问题？那现在我必须和群提示的做法相反着来吗？我紧咬牙关，长期的紧张状态下，我的尿意袭来，膀胱强烈胀痛。忍了几分钟，我还是奔向厕所，推开厕所门，里面竟然灯光白灼，空无一物。我深吸一口气，开始解决生理问题，正准备离开的时候，被窥视的强烈感再次袭来，心里一惊，擦，那道黑影又出现了，差点叫出声。此时的黑影不单单是他一个，还有无数颗密密麻麻的头颅凑在一起，双眼泛白的和他一起死死盯着我。其中一个似乎就是小五，我差点被吓得魂飞魄散。这些人头难道是那些吓的人？不好的想法涌上心头，同时也是深深的无力和悲伤。朋友死了，而我只能捂着口鼻，用手死死捂住呼吸，坐在地上，害怕的狗血偷生，无能为力。黑影的猩红眸子不断跳跃，闪烁灰色的光环，如同心脏保持有节奏规律的跳动，而我死死屏住呼吸。这次和上次不一样，上次黑影1分钟就走了，这次时间更久，他还是不走。我感觉天旋地转，嘴里都快吐出白沫。妈的，怎么还不走？这次就算不被他杀死，我也得憋死，但我只能拼命的憋。就在我快要憋死的时候，那些黑影和人头才从窗外消失，不见我沉重的喘息，再走鬼门关一遭，大汗淋漓，恍如隔世。我回到床铺，可是我因为恐惧已经吓得饿了，顺手抓起枕头下面旁的面包，一大口的塞进嘴里咀嚼，一口下去，我瞬间感觉不对劲，不是面包，我一看，居然是那包鸡爪。正当我反胃的想要吐掉时，耳朵灵敏的听到一阵稀疏声，是旁边的人，他的目光正在漆黑中偷偷的盯着我。我一把将整个鸡爪塞进嘴里，佯装大口咀嚼的样子，点头表示味道不错。下一刻，我钻回被子里，佯装取水喝，实际上一张嘴将腥味十足的5指鸡爪吐进塑料袋，上面还带有血丝。
然后我将面包塞进嘴里，再次抬起头时大口大口咀嚼，装作是在吃鸡爪，然后喝一口水咽下。你吃鸡爪怎么不吐骨头？我笑着说，骨头也很好吃的，只要嚼碎就行。哦，你吃了鸡爪。男人说完就不再出声，我不动声色，将吐出的鸡爪塞进床单下面，再掀开被子倒头就睡。不知道睡了多久，广播声音响起来，各位同学，本校可能来不了电了，还请各位同学保重。我害怕极了，特么的耍我是吧？看来只能靠自己了，我实在受不了，无法和他们继续玩下去。于是我站起身来，打开窗户，猛地跳了出去。由于惯性，我重重的摔倒了地上。第二天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医院了，身边站着小五。六哥，你没事就好了，你在学校晕了过去，终于醒了。原来这些都是一场梦啊！但是正当我感觉这是梦境的时候，我猛然发现隔壁躺着正是学校我旁边床铺那个男的，眼睛还闪着那梦中的红光，正在啃食着鸡爪。转眼一看，小五的眼睛也是一闪一闪的闪烁着那诡异的红光。经过上次事件以后，我浑浑噩噩的度过了3年。某天，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尊敬的刘先生您好，您的简历已经通过核验，为民大学正式邀请您加入我们，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看了眼，发件人写着匿名。第二天，我满心忐忑踏进学校，这一瞬间，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注意，当你成功入职后，请保证你是孤独的，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狼会伪装成羊的模样，难以分辨，千万不能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我的听觉一向异于常人，清晰听见身后同时也响起了震动声。我回头一看，身后是3个神情紧张的人，个子高的绿毛，染着一头绿油油的发型，典型的精神小伙。留着短发的社会哥看上去似乎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这个人总给我一种隐约的危险感。还有一个戴着眼镜、眼神阴鸷的瘦弱矮个子，他的眼珠子转来转去，不停的巡视周围，像个全自动探照灯。就叫他们绿毛、社会哥、眼镜男好了。我突然想起来了，这3人是3年前和我一块从为民大学逃出升天的19个人中，就有他们3个。我们愣在原地，相互凝视。其他人呢？就我们4个收到了邀请吗？绿毛晃了晃手机问道。眼镜男扶了扶黑色眼镜框，轻声说：或许有人已经在我们前面入职了。不，我声音淡漠无情的揭示真相。我曾经走访过，有些人精神崩溃，被送进了疯人院，还有人干脆选择了轻生。所以最后活下来的我们就成了新员工。3年了，我想我终于有机会验证，那究竟是一场虚无的梦境还是事实。这3年，没人记得为民大学失踪的58人，甚至没人知道有为民大学这所学校。家人们一度认为我可能受了什么刺激，精神错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虚构的故事中，我的好朋友小五已经死了。可事实上，小五活得好好的。哒哒哒，皮鞋击地声回响在耳中，一个穿着体面的男人出现，他还戴着黑墨镜。跟我走，准备好入职体检和登记。我仔细观察着这个黑衣人，他胸口的职位牌上印的是教导主任，他的声音冒着寒气，吹得我汗毛竖起。他显得毫无生机，冷得像台机器似的，没有感情，我却莫名的感觉有点熟悉。半个小时后，我们4人完成体检，分别领取到一个黑色包裹。黑衣人离开之前没有感情的说道：这是你们的制服，记住你们的制服绝不能让其他人看见，绝对要保密。欢迎来到为民大学。为民大学，真的是为民大学？我的脑子开始嗡嗡嗡的炸响，身体像被高压电流击麻，僵硬的难以自控，四肢好像不是我的了。为民大学，我终于验证了现实与虚幻，内心震撼激动的难以自持，不是梦。嗡嗡嗡，手机震动起来。我们4人几乎同时拿出手机查看，我们已经被拉到一个职员微信群里，群成员21人。各位老师你们好，现在你们可以出发去你们负责的宿舍进行准备工作，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1. 为了防止打扰学生休息，老师在查寝时请尽量不要开口说话，如果有学生问你问题，实在无法回避，就告诉他你不知道。注意，大学里除了与你制服相同的老师，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对视，这是为了你的生命安全着想。注意，在天黑前，每个人的工作制服必须保密，这也是为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2. 为落实公共文明环境，
宿舍内是不允许抽烟的，如果发现有人抽烟，请及时制止，切记一定要制止他。注意，如果碰到烟瘾很大的学生，实在忍受不了，你可以让他去厕所抽烟。如果提示3次，对方仍然拒绝配合继续抽烟，请你迅速离开。离开后计时7分钟，从休息室的床下拿出黑色塑料袋，再去打扫卫生。请注意，打扫卫生时，请不要让垃圾上的红色液体沾到身上，当心感染。清理后的垃圾袋请放在厕所门口旁，会有人处理。3. 为了照顾老师们休息问题，查寝采取了轮班制，2批老师分别在不同的时段查寝。凌晨3点半之前是第1批老师的工作时间，他们的制服是统一的蓝色制服。凌晨3点半之后是第2批老师的工作时间，他们的制服是统一的红色制服。注意，切记2批老师的上班时间是交替的，你们不应该看见颜色相反制服的同事，如果看见，请躲进大楼内的休息室，千万不要开门。注意，千万不要脱下你的制服。规则终于诞生了，我将规则看完，默读几遍，牢记于心。提起包裹，我没有和其他3人讲话，踏入学校时的提示我也牢记在心。这3个人不可信。这是一张工作人员表格突然发出，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在第4行，也就意味着我的工作岗位是宿舍4楼。想不到我会以这种方式回到当初死里逃生的宿舍。宿管阿姨冷冷地看了我一眼，哼，厕所旁边有休息室，天黑以后再出来，记得打卡。好，谢谢。我知道这是重要的提示。时隔3年，宿舍里的一切装潢和布景还和3年前一模一样。我不动声色地进入休息室，接着我打开包裹，是一套蓝色制服，难怪刚才会提醒我天黑后就出去。原来我是蓝色制服的老师，第1批上班，换好制服刚好合身，墙上挂着表格，需要我打勾确认。做好这一切，我静静等待着天黑的到来。房间很小很闷，我燥热起来，更不幸的是尿意竟然袭来。可距离天黑还有半个多小时，不行，活人哪能让尿憋死？我偷偷打开门，确认没人，立刻跑进旁边的厕所。瞬间一阵舒爽。咔嚓！就在我开门准备回去的瞬间，我听到呼呼的风声。我一转头，迎上一双白灼的眼睛。几米外有一名老师正朝我走来，他身材高挑，四肢修长，制服是红色的。这个时间段根本不可能出现红色制服的老师。我吓得赶紧想回我的休息间，却发现门怎么也扭不开。就在他即将接近我时，门锁发出啪的一声，终于开了。千钧一发，我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冲进房间，心扑通扑通直跳，仿佛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我听着自己沉重的喘息，回忆着外面那人的样子，他根本不像人，眼睛全是白色，瞳孔眼白浑然天成，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瞳色。我刚松了一口气，砰砰砰！开门，我是来交接工作的，快开门！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推门，我立刻贴在门上，用力挡住门。砰砰砰！2分钟后，声音渐渐消失。我不确定他走没走，将耳朵贴在门上，想听听动静。这时天色暗了下来，代表着到了我上班的时间。我深吸一口气，忐忑不安地拉开门，外面竟空无一人。按照工作表格要求，老师需要每小时查寝，各自负责的寝室一次，核算学生数量。我沿着过道一路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准备回房间休息，却忽地闻到一股味道。我迅速走到休息室旁，果然，厕所的门口旁有一个精神小伙正在吞云吐雾。这位同学，你是哪个宿舍的？宿舍内不允许抽烟，你不知道吗？实在忍受不了，你可以去厕所里面抽。查寝和阻止抽烟时是可以和学生交流的。小伙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抿了抿唇，用带着纹龙画虎的手臂指着我的鼻子。老子抽烟关你鸟事，当个破宿管真把自己当个人了。虽然挨了骂，我还是按照流程出言阻止了他3次，换来的是更加侮辱的讥讽。特么的，要不是老子高考没抄到，用得着来你们这破学校？我不再停留，迅速回到房间。我看着手机，时间刚好过去7分钟时，立刻从床下搬出黑色的垃圾袋。垃圾袋很大，足足能装下一个成年人。我开门走到刚刚小伙抽烟的地方，艰难地将一块一块的垃圾套进垃圾袋内。我全程小心翼翼，忍着腥甜的气味刺鼻，生怕沾到一点点红色的液体。
就在我准备将垃圾袋绑好时，啪嗒，一条金灿灿的项链掉了出来。鬼使神差的一股贪婪的念头在我心里升起，我按规定将垃圾袋放在了4楼厕所门口的旁边。接下来的时间，除了每隔1个小时的巡检，就是规劝了4、5个小烟鬼，无一例外都不听劝，害得我又辛苦清理了几次垃圾。期间我又上了一次厕所，却没有像3年前那样看到窗外有黑色影子出现。难道那种影子只会袭击学生？我身上的制服是一种保护。时间终于来到了深夜12点，距离我换班还有3个半小时。突然我又被拉进了一个新的微信群里，而我也陆续听到宿舍里传来不断的微信震动声，群里的人数也陆续增加，直到达到77人。在这个微信群里，我发现我居然是处于可以发言状态的，而我的头像是匿名状态，我就是微信群里的那个匿名，我是可以发言的。微信突然震动，提示有新消息，我打开新消息。本次为您大学老师共计24人，经过随机抽选，恭喜您，您成为了2名学生规则发布者之一。紧接着是那一行行我无比熟悉、死也不会忘记的规则，我是这一次为民大学的学生规则发布者之一。正当我情绪处于极度亢奋、惊悚难以言喻的时刻，工作微信群发来通知，老师用餐时间到了。我按照提示从4楼一路穿行来到餐厅，由于我一路走马观花，我赶到时，其他楼层的老师已经快吃完了。当我看到发下来的食物时，瞬间食欲全无。食物非常丰盛，有泡椒鸡爪，5个指头的鸡爪跟人手一样的大。这种鸡爪我吃过，虽然只是嚼了几口，然后又吐掉了，但那股独特的味道实在是终生难忘。还有特色卤煮，血红的汤汁，惨白的肉片，猩黑的卤肝、卤肺，我的胃里已经是翻江倒海。吃完饭已经凌晨1点了，回到房间，我在第一时间再次接到那个匿名者的私聊消息，他通知我该开始了。我打开学生禁言群，以匿名的身份将详细的规则发布出去，又是那些熟悉的规则，我一条条的发布出去。特么的，谁呀？大半夜发什么信息？吵死了，谁把声音关一下？哪个逗逼还不把手机调成静音？找打吗？群里有人匿名说要停电了。学校果然如我猜想的那样停电了，没过几分钟，学生们躁动起来。我透过窗户看到其他楼层的学生们有接到领取物资通知的，陆续开始下楼。一切如我想的那样，也和我记忆中的一样。我眼疾昏沉，这一夜是漫山遍野的哭泣和哀嚎伴我入眠。空气突然之间变得冰冷，宿舍里的温度急剧收缩，温度指示器清晰的显示气温骤降。昏昏沉沉的我被一阵惊叫吵醒，本来气氛压抑的宿舍突然响起一阵剧烈的尖叫，是厕所有人在哀嚎，救命救命啊，谁来救救我！然后就是一阵冲水声，门自动打开，我没走出房间，却把一切听得一清二楚。我也有些不安，我忽然听到敲门声，这敲门声像沉重的锤子砸在我心口，吓得我浑身发颤。我靠近门口，听见外面传来熟悉的声音，这才松一口气。我打开门，门外是7楼的老师，就是之前一起上的绿毛，他和我一样穿着蓝色老师制服。绿毛站在门外，浑身发颤，眼神惊恐地看着我。你怎么了？我清理垃圾的时候一不注意，鞋子和衣服沾到很多红色的液体，我违反了规则。他的衣服、裤子和鞋上都沾染了红色液体，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些红色都已经凝固了。突然绿毛眼放金光地看着我，嘿嘿发笑。嘿嘿嘿，你的衣服还是干净的啊！我操！我心头一突，绿毛一个箭步冲过来，想要揪住我的衣领，他要抢我的制服。我可是清楚记得最初的提示，不要相信别人，所以在听到门外绿毛的声音，决定开门时，我就做好了准备。我一个闪身，抬腿将绿毛踹了出去，绿毛撞在对面的墙上，疼得龇牙咧嘴。绿毛不甘心，翻身爬起，还想冲进房间。突然，我头痛猛缩的，全身被恐惧笼罩，一阵暗红的光芒在黑暗中飞舞，直接将绿毛整个身体搅碎成无数肉条。那些肉条缓缓滑到地板上，化作一滩肉泥。绿毛没了，我吓得差点跌倒在地上，然后那些红色液体向我流淌过来，我全身都被惊恐占据。一旦衣服上沾到这些红色液体，就会被发现，会落得一样的下场。我赶紧后退。与此同时，老师群里我收到一条艾特我的消息：4楼老师，
请你打扫7楼老师留下的垃圾。我吞了吞口水，小心翼翼地翻出垃圾袋，将这一堆绿毛留下的垃圾清理进垃圾袋，捆好后放到厕所门口旁。此时宿舍里已经没有了声音，一片死寂。我很清楚，学生们都在按照规则躲在被窝里，不敢露头，而我按照规定必须去查寝。我走在黑暗中，电筒却突然失灵了，我陷入了黑暗。怎么回事？没电了。我摇晃着电筒，突然听觉敏锐的我听到一阵阵声音，那是从黑暗尽头传来的声音。我汗毛倒竖，偏偏这时候电筒又亮了，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只是她十分矮小，而矮小的原因是因为她的腿被什么东西斩断了一半，只能用小腿骨刻在地板上行走。她裸露出来的白色骨子咚咚咚地敲在地板上，发出诡异瘆人的声音。还我腿，还我腿！我害怕到了极点，本就内心恐惧到极点，此时几乎丧失了所有勇气，四肢不受控制，麻木颤抖。这个女孩我认识，3年前为了逃命，我挥舞着雨伞，毫不留情地敲碎了她的脚骨，扼杀了她逃生的最后希望。虽然我不后悔，也没有愧疚，但是这种被复仇的恐惧感还是让我惊魂震颤。女孩嘶喊着，我强撑着身体后退，一步一步地退到靠近厕所的地方，随即我在黑暗中拔腿狂奔。我一口气跑到餐厅，宿舍尽头的厨房位置还亮着灯，却没有人在，而那个断腿女孩也追了上来，正狞笑着朝我走来。恐惧使我站立，但已经死里逃生过一次的我，怎么可能甘心认命？我在厨师的案板上抄起一把杀猪刀，我发出嚎叫，强忍着恐惧，用几乎冰冷僵硬的双腿高高跃起，刀刃呼啸着黑雾。10分钟后，我回4楼的休息室，拿来黑色垃圾袋，再回到餐厅，将新的垃圾清理好。我颤巍巍地回到房间，深吸一口气，揉了揉僵硬的腿。不知不觉时间来到了3点，我按匿名私聊的要求重新打开学生群，发出新的规则提示：各位同学请注意，学校即将再次停电，请一定要认真阅读本次提示，牢记于心。1. 等会上楼的学生很危险，他们和你们不一样，请千万牢记，不要和他们有任何接触。2. 学校老师提供的面包、鸡蛋、水是不收费的，学校不提供其他食物。3. 等会上楼的学生会啃食奇怪的食物，那是他们的特产，千万不要嫌弃，抱怨他们的食物味道刺鼻，会激怒他们的。4. 不要吃他们给你的食物，如果他们给你食物，请接下，但不要吃，也不要被食物的外形吓到。5. 他们中可能有着与你们熟人一模一样的面孔和特征，记住，这是错觉，他们和你们并不熟悉。6. 同学们注意，不要看向床铺下面，床下发出奇怪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在意，睡觉就行。7. 不要吃卤煮，注意，本次学校根本没有卤煮食物。当发完这些消息后，我感到浑身一阵空虚，仿佛全身去气力都被抽空了。我忍不住思考，私聊我的匿名究竟是谁？我恍然想到3年前的那一夜，匿名者曾经说过凌晨5点之后他就不是他了。那么今晚的5点后，我已经换班了，下一次发布学生规则的匿名者也不再是我了，是另一批穿红色制服的老师中的一个吗？又究竟是谁预设好了这一切？他是不是正在暗中盯着我？此时学生群显示的人数是53人，已经有24个人被淘汰。我透过窗户看见一片蔓延的血红之地，那是之前下楼的人留下的痕迹。咚咚咚，我的门再次被敲响。我打开门一看，是之前的社会哥，他穿着和我一样的制服走进来说：原来你还活着，绿毛和眼镜男都找不到了，看来他们比我们短命。你来干什么？我警惕地看着他，不知为何这个人总能给我带来致命般的危机感，就像他的眼神像一把刀架在了我脖子上，冷刀贴肉打哆嗦。嘿嘿，你被吓到了。社会哥哼哼冷笑，接着他从头发处竟然摸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卧槽，竟然是光头，难怪他戴假刘海，原来是为了藏这个。你想干什么？我捏着床角，偷偷摸向枕头下面的杀猪刀，社会哥却淡淡一笑，眯着眼睛看出了我的小动作。你枕头下藏了武器，嘿嘿，放心，我并没有恶意，只是缺少一个帮手。既然你有武器，那么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联手揭开这所大学里隐藏的真相？不行，我只想安全的离开。
我直接拒绝。这个世上总是有些人自诩聪慧过人，认为自己是整个世界的主角，但我没有活在那样的世界，我没有那样的信心。社会哥着急地说，你说我们这些蓝色制服的人都待在各自的休息室里，那么那些穿红色制服的人又在哪里呢？从2楼到7楼我都已经去过了，所以仅剩下的1楼宿管阿姨，那应该就是答案。社会哥却摇头，你的推断虽然有道理，但很可惜，你猜错了。他们并不在1楼，这所大学根本就没有宿管阿姨。不可能，在上楼前，他明明跟我说了话的，怎么可能不存在？社会哥语气复杂的说道。或者是2楼的老师。他的话刚落，一道诡异的红光向他袭来，扑哧扑哧扑哧，鲜红的液体洒落在地上。社会哥一脸惊愕，他的头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咕噜咕噜掉在地板上，他飘逸的假刘海蔓延开来，将他的脸遮住。而他的脖子如泉水喷涌般喷出鲜红的汤汁。社会哥嘎了，这是个不甘平凡、想要打破规则的家伙，而嘎他的又是一道诡异的红光，跟嘎绿毛的是同样的东西。那是黑暗中隐藏着的屠杀破坏规则的生物，还是吞噬生命的黑暗本身？我的心已经被死亡浸透，完全麻木了。我从床底下翻出黑色塑料袋，将垃圾打包，费力地扔到厕所门口旁。每次扔的垃圾在厕所门口几分钟就会消失，我几乎不担心会被人看见了。陆续上楼的新学生都很怪异，眼神麻木冰冷，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弱红光。我却没心情关注这些，因为有个男生在厕所里遇到了黑影，正在找我哭诉，我却没有时间和他纠缠，因为3点半已经到了，我该交接去休息了。这时员工群再次发来消息，请各位蓝色制服的老师立刻出发，抵达1楼休息室休息。接下来将会有红色制服的老师集体工作，请注意，蓝色制服老师在交班时，遇到红色制服老师不要慌张，尽量不要与之对视。红色制服的老师请注意，立刻进入各自楼层就岗。由于红色制服少了1名送餐员，请你们随机挑选1位来到2楼。1楼休息室竟然有1楼休息室，社会哥说谎。按照提示，我一路向下，很快抵达1楼。果然在1楼大门旁打开了一道门，就是1楼休息室的门。就在我快要踏入1楼休息室时，前方突然出现1名红色制服的老师，我立刻低下头，回避那道诡异冰凉的目光。我们相交而过，什么事也没发生，我顿时松了口气。当我走进1楼休息室，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我眼前，绿毛、社会哥、眼镜男，这3个人竟然都在1楼休息室，活生生的坐在床上，我脑子都快炸开了。绿毛和社会哥明明嘎了，至于眼镜男，按社会哥的说法，应该也已经嘎了。更让我心惊胆战的是，我的铺位和他们在一起，眼镜男在上铺，我在下铺，社会哥和绿毛就在我对面。我坐到我的铺位上，感到空气冰冷的快要冻结起来了。见我目光时不时往他们那边瞟，社会哥有点古怪的问我：“哥们儿，你老看我们干嘛？”没什么。我赶紧收回目光，行为举止根本看不出什么，要不然就是他们伪装的太像了。还有一种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替身，这究竟是怎样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一点？我头皮一阵发麻，不敢再去设想什么。我蜷缩在床铺角落，拿出手机，不出意料，我已经不在学生微信群了。我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此刻的学生微信群里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匿名者？昏昏沉沉中，我竟有了睡意。不知睡了多久，我被一阵微信提示声惊醒，老师群里发来一条信息：请各位老师注意，请注意，由于学校内出现未知病毒，请各位老师直接跳窗，直接跳窗。我看向窗外，外面是一片荒地。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老师里可不只有老师，还有绿毛和社会哥这2个已嘎之人。其他几个休息的老师在得知跳窗就能离开学校时，纷纷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只有我注意到绿毛和社会哥的脸上正呈现出一种古怪扭曲的笑容，如同小丑回魂，邪恶无比。我想要逃离，这2个人一定会是最大的阻碍。一个老师一咬牙，直接将窗户打开，决心跳窗。突然一道红光闪过，那个老师还来不及哀嚎，身体就被切割成2半，鲜血喷涌间，绿毛癫狂的挡在窗口，贪婪的吸食的鲜血，而社会哥的表情已经脱相，仿佛鬼怪。而我没想到的是，眼镜男却没有这种变化，也就是说他还是活人。
眼镜男喊道。想要活命，我们就必须联手。没错，大家齐心协力。我手臂一震，一把狭长杀猪刀从衣袖划出，利刃在空中划出弧度，对准社会哥。可下一秒，刀尖转弯，径直刺入眼镜男的咽喉突，鲜红的血液飞溅，绿毛和社会哥瞬间冲来，却在空中绕过我，将喷血的眼镜男扑倒，疯狂撕咬。果然，我猜对了，之前那些烟鬼们留下的血迹很快就消失，而真正的绿毛和社会哥死亡时，我也只负责打包垃圾，血液也自动消失。学校里一定存在某种生物，对血液有着贪婪的原始欲望。剩下的几名老师爆发出勇气，向着窗边冲去，而我却是理智的后退。我很清楚，那诡异的红光根本不是人能躲避的。后退之际，我的目光看向了1楼休息室旁边的那道隔断门，门的另一边应该就是宿管阿姨休息室。那些冲向窗边的人果然纷纷被红光绞杀，我很感谢他们的愚蠢赴死，这为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拼命撞向旁边的门，然而就在我撞到门的一瞬间，这道门竟从里主动打开，我一个踉跄撞进了里面，摔倒在地，门重新锁上。快点把我的衣服换上。一道严肃的声音响起，我惊愕抬头，这声音为何如此熟悉？我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身高的男人麻利地脱下校长的制服，然后扔给我。穿上你才能规避大学规则的注视，然后逃出去。我下意识接住制服。你怎么是你？我惊呆了，这位校长竟然是我3年前救过的一位大哥。换衣服。大哥摘下校长的名牌扣在我胸上，说道：小六，只有一次逃生的机会，你必须把握住。那你呢？我走不了了，这大学的规则已经将我融为一体。他的眼中开始扩散出红光，就和外面的绿毛社会哥一样。这所大学的规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俩一起逃命不行吗？真的没办法吗？不行，时间不多了，你快走，记住，这是我欠你的，而你想知道的真相，回头就会知道了。他猛地拉开门，将我推回休息室。1楼休息室内，已经几乎不像是人的社会哥和绿毛正趴在地板上疯狂舔着那些红色液体。他们抬起头，猩红的眼睛盯着我看，像是扫描仪器一样扫视着我身上的校长制服，然后他们低头继续舔舐红色液体，对我不再关注。我走到1楼休息室的窗边，深吸一口气，一跃而下，扑通，我一头栽进泥泞的乡村小路边，翻滚了不知多少圈，浑身像碎裂了一样疼痛，但是我还是强行抬起头。我看到那所为民大学缓缓消失不见，所有的恐怖、绝望、怨毒也都一并消失了，就像一场盛大的魔术。我拿出手机，老师群里一条艾特我的信息却提醒我一切真的发生过。恭喜你成功在入职后的第一趟旅程中活了下来，作为常胜玩家真了不起。接着我的微信界面上包括匿名私聊、学生群、老师群全部消失不见，仿佛从来都没有过。我心里一阵发寒，甚至忍不住产生一个念头，家人们说的或许才是对的，我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所有的一切莫非都是我的幻想？我感到头脑剧痛，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再次醒来，我躺在病床上，原来是干农活的人发现了我，将我送到了医院。我的心情极度复杂，我不是幻想，我没有精神错乱。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微信界面，置顶有一个未读消息，发送人是大哥。我深吸一口凉气。小六，据我后来考进佛伯勒工作后查到的绝密信息显示，魏明大学是在9年前突然失踪的。根据有限的资料，那天夜里突然起了一阵迷雾，后来就失去了踪迹，人间蒸发。官方曾花费巨大的精力搜查，可惜始终一无所获。而我第一次到这所学校是在6年前。6年前，我阴差阳错进入了这所学校，幸好我胆小谨慎，严格按照匿名提示得以活了下来。由于我起了贪念，从学校里顺手带上了一件物品，导致在3年后。尊敬的刘老六先生，恭喜您，您的简历已经通过为民大学审核。我们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优秀的就业环境，一定会将您培养成一名优秀的校长。校长？我连大学都没读，当什么鬼校长？今天宿舍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在晚上10点半的时候，灯突然熄灭，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就在我们准备吐槽的时候，墙壁上的喇叭发出了滋滋的电流声，随后播放起从未听过的人声。各位同学，下面播报最新的学校规章制度，请各位同学务必遵守如下规定，如有违反，后果自负。
当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我和舍友们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学校怎么好端端的更改了规章制度，而且非要在熄灯以后广播通知？同学们，你们现在肯定很不解，但请务必牢记以下播报的内容，请务必牢记，睡觉前记得将门窗关好，窗外不会有人或者别的东西注视你，如果有，请保持安静，不要惊动他。熄灯后，如果听到求救声，请不要试图帮助那个可怜的违规者，他可能正在接受惩罚。讲到这，喇叭的信号似乎被什么干扰了一样，只留下滋滋滋的电流声。当广播结束后，宿舍内安静了几秒，随后二狗同学突然一笑，哈哈哈，干嘛呀？你们不会真的相信吧？我觉得肯定是哪位学生搞的恶作剧，专门吓唬我们的。虽然二狗这个解释很合理，但我总感觉不太对劲。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瞧你们几个胆真小，反正我得去洗漱了，你们接着害怕吧。随着房门的打开，一股阴冷的微风吹来，看着走廊黑漆漆的一片，我心中隐隐有种说不出来的诡异感，不禁小声提醒了二狗一句：二狗，要不你还是别去洗漱了吧，外面漆黑一片，今天连走廊的灯都没开。是啊，二狗，我觉得不管信不信，我们6个人还是待在一起吧，安全些。我的话刚说完，身旁的小胖也附和了一句：等等，6个人？是啊，我们宿舍不是6个人吗？可现在为什么只剩下5个了？当小胖说到6个人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发觉到了我们宿舍少了1个人。大头，话说大头去洗漱好久了还没回来，该不会什么？这可是学校，能出什么事情啊？卧槽，快看，身后的窗户右下角有一块黑影。循着小胖的声音看去，窗户的右下角确实有一块黑影，就像有个人探了半个头往屋里窥视一样。我甚至以为是我眼睛看花了，特意揉了2下，可是黑影还在。这时我想起了广播里刚才的那句话，窗外不会有人或是别的东西注视你，如果有，请保持安静，不要惊动他。想到这里，觉得脊背发凉。要知道我们宿舍可是在6楼啊。为了让大家不害怕，我深呼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走到窗户边，把窗帘拉上。都是错觉，大家不要害怕。就这样，我们谁也没有发出声音。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我们只能待在宿舍里，静静的等待大头回来。可直到11点，大头依旧没有回来。顿时，我们就感觉到了事情有些不对。我掏出手机，想要给大头打个电话，可是拿起一看，没有一点信号。兄弟们，你们手机有信号吗？没有，我也没有。不是吧？我们寝室该不会撞？别瞎说，怎么可能？哪有这么邪乎？大家安静一下，好像有脚步声。空气突然安静，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突然，脚步在我们寝室门口停住了，随后便是重重的拍门声，并伴随着一道惊慌的声音：救命啊！快开门，有东西追我！是大头嘛，我们快开门，让他进来吧。就在小胖准备去开门的时候，我猛地叫住了他：别动！刚刚广播里说过，如果听到有人求救，请不要试图去帮助，我们还是先问清楚再考虑要不要开门吧。有道理，还是问问吧。同学，外面是什么在追你啊？外面那人一边重重的拍着门，一边惊慌的回答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看不清楚，我只知道那玩意头上好像戴着帽子。我们几人听后不约而同的打了个冷战。快开门，他已经过来了。突然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传来，随后走廊内又恢复了寂静。我们不知道门外的同学到底遭遇了什么，不过应该很痛苦。宿舍内的几人情绪都有些崩溃，毕竟长这么大，谁也没有遇见过这种怪事。上集说到门外的大头显然遭遇了不测，宿舍里面的同学们情绪瞬间崩溃，二狗直接被吓得坐在地上大哭。这时又传来了拍门的声音，我们犹如惊弓之鸟一般，急忙远离了宿舍门。大头不是已经遭遇不测了吗？这又是谁在敲门？难道是大头口中戴帽子的怪物？这时门外传来了人说话的声音：你们谁在宿舍门口倒了一杯西瓜汁啊？害得老子摔了一跤。好像是隔壁的小陈。快点开门，让我进来。这时又传来了小陈的声音，我们几个互相对视了一眼，都不敢有动作。二愣，你觉得我们该不该给他开门？这时二狗弱弱的问了我一句，因为相比起他们，我还算比较淡定。我想了一下，规则里并没有说不能给同学开门，我们也可以让他进来问一下门外的情况。于是我小心翼翼的把手放在门把手上，慢慢的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门外的小陈飞快的顺着门缝溜了进来。
我们赶紧作鸟兽散，惊恐的看着他。你们谁这么缺德，往门口倒西瓜汁？看把我摔的！我上下打量了他一下，果然他身上有好几处红色的污渍。你开什么玩笑？我们怎么可能往自己宿舍门口倒西瓜汁？对了，你刚才在外面有没有看到大头？这时二狗开口了。没有啊，外面什么人也没有。你们都是怎么了？怎么表情都怪怪的？小陈疑惑的问道。你们宿舍没有广播通知吗？什么广播？没有啊。我们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规则只针对我们宿舍吗？突然我发现了不对劲，小陈身上的红色污渍好像不是西瓜汁。我壮着胆子走到他身边，伸出头用鼻子闻了闻。我操，你身上的根本不是西瓜汁，是血！你到底是谁？而且他头上还戴着帽子，这让我想起了刚才大头在门口说的，追他的是一个戴着帽子的家伙，该不会就是眼前的小陈吧？你们什么意思？是在和我开玩笑吗？大晚上的，这可一点也不好笑。这时宿舍里面刚放下戒心的兄弟们又紧张了起来，他们也注意到了小陈头上的帽子。有个心理素质差的同学直接尖叫着往门外跑，虎子别出去！可惜还是慢了一步，眼看着他打开门跑了出去。我们注视着宿舍门，谁都没有说话。突然门外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还伴随着虎子的声音：快救救我！这时头顶上的广播又传出了滋滋滋的电流声。点个关注，下集更精彩。各位同学请注意，如果你们开门放进来了一个宿舍外的同学，那么恭喜你们顺利通过第一关，接下来你们就是队友，请互相帮助，然后活下去。请注意，一个宿舍最多只有6个人，其余的都不是人。听完广播的通知，我们显然都懵逼了，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广播说的是正确的话，那小陈就不是怪物变的。对，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还有，这广播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跟小陈说了，小陈听完直接就吓尿了。那么我身上的不是西瓜汁，是大头的血。这时广播又发出了滋滋滋的声音。以下这条广播只针对屏幕前的观众们，如果你们看到视频不点赞的话，规则就会找到你们。开个玩笑，精彩继续。这时小陈终于反应过来，自己身上的居然是血，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小陈，难道你闻不出来这浓浓的血腥味吗？我昨天感冒了，鼻子塞住了，什么都闻不到。这时门外居然又传来了敲门的声音，还伴随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小胖，你在里面吗？我是小丽啊，快开门救救我，外面有东西追我。听到这个声音，躲在被窝里的小胖一下就跳了下来，然后就准备去开门。我们连忙拉住了他：小胖，千万别开门，外面的不是小丽，你没听到刚才广播说的吗？话说小胖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因为小丽是他舔了3年的女神。我不管，小丽有危险，我要去救她。小胖挣扎的更厉害了，2个人都拉不住他。愣子，我觉得外面的应该就是小丽。这时小陈开口了，我们都疑惑的看着他，连小胖都不再挣扎了。刚才广播说一个宿舍最多只有6个人，其余的才是怪物变的，但是现在宿舍里面只有5个人，加上门外的小丽，刚好6个。我们听完都恍然大悟，小胖一个闪身就冲到门口，一把把门打开。这时我们发现小丽傻呆呆的站在宿舍门口，满脸惊恐的看着宿舍走廊。小胖见状，一把就把他拉了进来。就在关门的一瞬间，突然从门缝里伸进来一只满是鲜血的手，我们吓得嗷嗷大叫，小丽则是直接晕倒。可令我们意外的是，那只手并没有把门打开，而是突然冒起了一股白烟，还发出了滋滋滋的声音，伴随着门外一声痛苦的吼叫，那只手一下就缩了出去。我反应过来，一脚把门关上。我明白了，门外的怪物应该是进不来我们宿舍，否则我们早就嗝屁了。只要我们不出去，就是安全的。这时吓晕的小丽也慢慢的醒了过来。粉丝们，你们觉得我们会一直待在宿舍里吗？评论区告诉我。对了，别忘了点赞哦。小丽，刚才在外面是什么东西在追你？我看小丽已经缓过神来了，于是就迫不及待的追问她：愣子，你干嘛啊？小丽刚才被吓到了，你就不能等一下再问吗？这时小胖居然对我说出了这样的话，真不愧是舔狗之王，这都什么时候了？小胖，你难道不想活着走出这里吗？听我这样说，小胖也没再多说什么。这时小丽终于开口了：
刚才在外面追我的是一个身高和姚明差不多的家伙，他头上还戴着一顶黄色的帽子。那他为什么要追你？我也不知道，我只听见他一边追一边说，看视频不点赞的都要被抓走。那你刚才在外面有没有看到大头？他刚才也在被怪物追。没有啊，整个走廊只有我一个人。这时头顶上的广播又响了起来。同学们，休息时间到，你们必须马上上床睡觉，不允许发出任何声音，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许离开自己的床，否则后果自负。随后宿舍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我们都各自上床睡觉，可是小丽和小胖还站在原地没有动。小胖、小丽，你们在干什么？我害怕，我不敢一个人睡。愣子哥，我能来你床上睡吗？我懵逼了，看着小胖那要杀人的目光，我果断的拒绝了小丽。不行，我不习惯两个人睡，你还是去小胖床上睡吧。没办法，他只能一脸不高兴的上了小胖的床。不知不觉，我慢慢的睡着了。突然，我感觉有凉风往我被子里钻，我下意识的往被子里缩了缩。突然，我反应了过来，窗户是我关的，宿舍里也没有空调和风扇，哪来的风？我壮着胆子把头伸了出去。突然，我模模糊糊的看到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了，窗户前还有一个高大的黑影，正在盯着隔壁二狗他们的床。突然的惊吓差点让我叫出声来，还好我忍住了。我看到二狗和小陈的被子在不住的抖动，显然他们也发现了这个黑影。这时那个黑影走到了小李的床前，先是看了看下铺的小李，小李果然不一般，睡得还是这么香甜。然后黑影又慢慢直起了腰，看向了小李上铺，可是小丽在小胖的床上。黑影发现床上没人，瞬间就来到了我的床前，先是看了看我，我吓得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出。然后他又看向了我的上铺，我顿时感觉不妙，希望小丽这个胸大无脑的女人别出什么幺蛾子啊！这是什么？不好，粉丝们评论区打出狗头护体，保护一下我们吧。对了，别忘了点赞哦。小丽这个蠢女人果然坏事了。我和二狗他们两个由于早有准备，就在小丽发出尖叫的时候，一个翻身从床上跳了下来。小胖也被那怪物的吼声惊醒，他一睁开眼就看到了面前张着大嘴的怪物。突然的惊吓让他不知所措，只知道在床上发抖。这时那怪物也吼完了，张着大嘴就要去咬小胖他们两个。眼看就要得手的时候，这时广播里发出了一阵诡异的音乐声。在那音乐声响起的时候，那怪物居然停止了动作，就好像被点了穴一样。这时广播里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同学们，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这所学校已经被规则怪谈所笼罩，大部分的师生都没能逃脱。你们几个之所以还能生存到现在，那是因为你们平时看视频经常点赞。我能帮你们的只有这么多了。2分钟过后，怪物就会恢复行动。记住，千万不要被怪物咬到，也不能被怪物的口水碰到。祝你们好运。然后就是一阵刺耳的电流声，小胖和小丽还在一边发抖一边大哭。我知道时间不多了，赶紧对着他们大喊：你们两个弱鸡，快给我下来！2分钟很快就到了，到时候谁也跑不了。听了我的话，小胖连忙抱着小丽跳了下来，果然是舔狗啊！就在这时，2分钟到了，怪物张开大嘴，仰天大吼一声，就朝着小丽冲了过去。眼看小丽就要遭到毒手，我一咬牙冲过去，一把推开小丽。在转头的时候，怪物的大嘴已经就在我的眼前。就在我听天由命的闭上眼睛的时候，一阵刺耳的铃声响起。神奇的是，当这个铃声响起过后，眼前的怪物竟然在慢慢变小，最后居然变成了大头的样子。这时广播又传来了滋滋滋的声音，然后出现了一个低沉的男声：恭喜你们成功度过了第1晚，请在宿舍里好好休息，迎接今晚的到来吧。对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们当中还会出现一个怪物，一个宿舍6个人的铁律不可打破。这时瘫软在地上的大头也慢慢的醒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哪里？看着大头一脸懵逼的样子，我们谁也不敢有所动作。愣子，你们怎么在这里？我和大头是最好的哥们，于是壮着胆子走过去，把他扶到了我的床上，然后对他说：大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变成了怪物？听我说完。大头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只见他表情惊恐的看着小陈。他就是他，他是怪物。粉丝们，你们觉得我们7个人当中谁会变成怪物呢？
评论区告诉我。对了，要养成看视频点赞的好习惯哦。我们下期见。大头，你说什么？你说小陈是怪物，你怎么知道的？昨天晚上就是一个戴着他那种帽子的怪物袭击了我。一听大头这样说，其他人赶紧都远离了小陈，只留下小陈一人傻愣愣的处在原地。小陈，大头说的是真的吗？我一脸愤怒的问他。他胡说，明明他才是怪物，你们刚才也看到了，他就是怪物变成的。我懵逼了，粉丝们，你们说他们两个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先点赞，看我如何拆穿他们。我陷入了沉思，努力思考着最近发生的一切。先是小陈一身是血的进来，然后又是怪物变成的大头。看来他们两个当中肯定有一个在说谎。对，我得想办法试探他们一下。大头，你欠我的500块钱什么时候还啊？哦，不好意思啊，等我们活着出去就还你。没事，不急。小陈，你欠我的钱呢？什么时候还？老子什么时候欠你钱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记错了。你们几个过来一下，我有事和你们商量。大头，你身体虚弱，就先休息吧。同学们听我这样说，都一脸疑惑的走了过来。愣子，什么事啊？你们听着，大头根本不欠我钱，但是这个大头显然不知道，那他肯定是假的。我们不能在宿舍待了，等下我们慢慢走到门口，然后突然跑出去。现在是白天，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听我说完，同学们都微微的点了点头，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往门口走去。一边走我还一边和大头说话。大头，你还虚弱吗？要不要我去给你弄点吃的？不用了，我休息一下就好了。这时我们已经接近了宿舍门口，就在这时我大吼一声，同学们快跑！然后我们就争先恐后的冲出门去。就在我们冲出门口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女人的尖叫。我边跑边回头看，发现小丽居然没跟上。这蠢女人真会给人找麻烦。想到这里，我一咬牙又冲了回去。粉丝们，你们说我能救出小丽吗？评论区打出狗头护体，保佑一下我吧。对了，记得点赞哦。我刚踏进宿舍，就瞬间亚麻呆住了。只见小丽正坐在地上大哭，大头则是表情奇怪的站在她的前方。恐怖的是，大头的身后还站着一个红色的小可爱。奇怪的是，那小可爱并没有攻击他们，而是温顺的像只小猫一样，正在用头一下一下的蹭着大头。哈哈哈，愣子，我果然没看错你，只有你一个人回来，就这个落单的同伴。你到底是谁？想怎么样？我就是规则的化身，是所有规则的主宰。现在你已经通过了考验，请带着你的同伴继续活下去吧。你说什么？考验？那我的其他同学呢？他们没有通过考验，关键时刻居然丢下你们跑了。迎接他们的自然是来自规则的惩罚。祝你好运。说完，面前的大头和他身后的小可爱就慢慢消失在了空气中。我连忙过去扶起了小丽。愣子哥，谢谢你回来救我。先别说这么多了，快走吧。我搀扶着他慢慢走到宿舍门口，但是就在我刚踏出宿舍门口的时候，眼前的场景却慢慢的发生了变化。我四下打量，发现我正处于一个足球场之中，天空灰蒙蒙的，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和小丽相互搀扶着站在足球场中。这时，前方的空间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慢慢浮现了出来，还伴随着一道嚣张的声音：哈哈哈！欢迎来到奇幻空间，恭喜你们，你们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人，这也意味着你们将是最有希望生存下去的人。原来是大头，不对，这不是大头，这就是规则的化身。愣子，你准备好了吗？放马过来吧，我是不会向你屈服的，因为我相信光。闭嘴！你给我闭嘴！这个世界上哪有光的存在？那都是骗小孩子的把戏。不知道为什么，听我这样说，他居然变得激动起来，然后只见他身上火光一闪，瞬间身后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可爱，他们一出现就仰天嘶吼起来。愣子，提醒你一句，站在光圈里面就没事哦。说完，规则变成的大头就消失不见了，然后密密麻麻的小可爱就朝我们冲了过来。这时，在我的正前方出现了2个光圈，我拉着小丽就冲了过去，刚好可以一人一个。这时，那些怪物也终于来到了我们面前，他们对着我面前的空气又抓又挠，可就是碰不到我们。看来刚才那家伙说的是真的。这时，旁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叫，我一回头，发现是一只特别高大的小可爱在咆哮。小丽被吓得一直往后退，眼看就要退出光圈。突然，我感觉到了心中的悸动，这是什么感觉？怎么这么熟悉？
这是光的力量，粉丝们，你们相信光吗？评论区告诉我。突然之间，我的身上电光飞舞，感觉前所未有的强大。周围的小可爱们好像见到了天敌一般的远离了我。我没时间想太多，赶紧冲过去，把已经吓傻的小丽扛在了肩膀上，然后眼睛一闭，飞快的向前冲去。一路之中遇到的小可爱都纷纷避让。我扛着小丽来到了宿舍楼下，此时的我身上的电光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也好像脱力了一般倒在了地上。小丽也被我重重的摔在了地上。愣子哥，你怎么了？刚才多亏有你，不然我们肯定嗝屁了。你难道就是奥特曼？我已经没有力气理这个拖油瓶了。就在这时，我听见了有很多人跑步的声音，我以为又是怪物追来了，吓得我在地上慌乱的往后爬。小丽则是又开始了大哭模式，粉丝们点个小爱心安慰一下脆弱的小丽吧。这时前方烟尘滚滚，显然有一大波人在往这方冲。小丽哭得更厉害了，我则是听天由命的躺在了地上。愣子，小丽，总算是找到你们了。我惊讶的抬起了头，发现居然是我们宿舍的兄弟们。你们怎么在这里？你们不是挂掉了吗？你这小子怎么说话呢？我们跑到楼下，发现你们没有跟上，就拿起武器冲回宿舍救你们。没想到回去的时候，你们居然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两个是从窗户跳下来的？我听了他们的话，瞬间就被感动了。这就是兄弟，于是就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听完后，我们抱在一起大哭，大家总算都还安全。愣子，按照你的说法，只要我们心中充满正能量，那我们就不用怕规则。对，你们居然躲过了一劫，看来我小看你们了。这时，规则变成的大头又出现了，我要把你们全都嘎掉，没有人可以逃脱我。兄弟们，不用怕他，快聚过来！我们表情坚定的聚在一起。大头，你快醒醒，别再被规则控制了。我们一起大喊起来，只见对面的大头双手抱着头，痛苦的蹲在地上。愣子，帮帮我，我好痛苦。是大头，大家加把劲，一定要把大头救出来。你们想都别想，他的身体是我的，你们的身体也是我的。我们慢慢的朝大头走过去，渐渐的，我们身上都冒起了白光。大头跌跌撞撞的往后退着，我们冲过去，一下就把他围在了中间。大头，快醒过来吧！一阵刺眼的白光过后，大头渐渐的恢复了平静，天空也亮了起来。看来我们真的打败了规则。